嗨，我是君令，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这阵子跟着君令一起在频道中学习，不知道频道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字体开始有了一些改变呢？我们借由分享笔画的架构跟原则，告诉大家写字可以借由哪些技巧让字体更漂亮。你有感受到自己的字体有改变了吗？写字的方法和原则就好像是一栋建筑物的蓝图。我们在建造房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建筑设计图去进行一砖一瓦的建造。写字时，我们若能依循恰当的写字架构跟原则，自然也容易写出漂亮的字体。频道的影片教学就是要分享这些写字的小秘密。欢迎你在这里和我一起练字，一起学习哦。如果你感受到自己的点滴改变，请在下方留言栏处跟我分享。对了，提醒你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它就会收藏在播放列表中，方便你日后拿出来复习架构概念。否则从茫茫网海中找出它来，可真有点累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三点水的写法。三点水虽然只有3点，要处理的好看可也不容易，技巧拿捏住那就不困难了。好，在我分享前，想先请大家准备一张纸跟一支笔。我要请大家在纸上面写下江河的江这个字。先别问我要做什么，先照着我的话去做。我希望透过这个步骤，让你感觉出有架构章法的字体跟没有架构章法的字体在视觉上会有多大的差异。建议你先按下暂停键，等你写好了江这个字，再继续回来看影片哦。不知道你书写的江字是什么样子的状态，那我们就以画面上的这3个江字来做说明。首先我们看到最右侧的这个江字哦，最右侧的这个江字的3点水，我们看到它的排列是比较呈现直线的状态。这样子直线的状态呢，会让整个3点水看起来呢排列的太过呆板。那我们再看旁边的工字的部分，旁边的工字的部分呢写得很高，所以这整个江字呢会是一个长高的感觉。但我们江字在书写的时候呢是比较偏扁平的字形，所以呢这个江字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改变哦。那我们再看中间的这个江字，中间的这个江字呢，在这个工字的部分，我们稍微做了压缩，字形方面呢就比较扁平，看起来呢就稍微好看一些。但是我们来看它的3点水的部分，大部分的人的3点水呢都会大致书写成这样的状态。那刚刚跟右侧一样的情况，这样子的3点水的书写呢，排列的太过整齐，就呈现不出字体的美感。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左侧的江字，最左侧的江字书写的如何呢？以3点水的排列上，它做了一个弧线的变化，这样子我们书写上面就比较有态度。但是呢，这个江字呢有一个大大的问题，在于它的最后一笔，这最后一笔的挑画跟这个右侧的部件明显的形成一种干扰的现象。那到底我们的3点水要怎么样书写才会好看呢？那我紧接着就为大家示范。等一下3点水的部分呢，我们会去满足2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弧线状态呈现，再接着是我们希望它跟隔壁的部件之间会产生一种避让的关系。3点水的书写并不影响隔壁部件的进行。好，那我们就接着来示范咯。在我画下的这2道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满足的2个条件。第一个弧线进行，第二个不干扰右侧的部件。好，那我们就要示范一下该怎么写了。首先第一笔的点画，我们让它在弧线的上端。第二笔的点画，起笔的点稍微往左侧移动，然后点回。第3笔的挑画呢，从下方弧线收进来的地方这个位置，然后往上挑出。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3点水会形成一个弧线的姿态哦。接着我们要再注意一个部分，
我们已经满足了第一个需求，也就是三点水走弧线的部分。第二个需求是，我希望这三点水不去干扰等一下右侧要进行的部件。那我现在把我刚刚的这一道斜线稍微再往内侧画过来，我的第一点点画的结尾跟我挑画的结尾这个部分刚好形成了一道斜线。这道斜线呢，足以清出一个够大的空间，等一下去摆放我们右侧的部件哦。好，现在我把我的弓摆进来，让我的横画稍微上扬。接着我们来下中间的竖画的部分，再接着我们拉一个横画，稍微下压一点，所以江字我们就书写完咯。我利用这样子的一道弧线去满足第一个需求，再利用第二道的斜线去避让右侧的部件。不知道这样的说明你看了有没有很清楚明白呢？现在你可以照着我刚刚教你的书写方式，再把江字写一次，你应该会发现字体有了很大的改变。频道影片的教学目标就是人人都能够看懂学会，不只看懂学会，看完了之后还要印象深刻。如果你在学习上遇到任何的困难，都欢迎在留言栏处提出，我们一起讨论。接着我们要来教大家写湖边的湖。湖边的湖呢，由水、谷、月三个部件组成，是左、中、右结构的字体哦。那我们先来处理左边的三点水的部分。首先写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我们稍微左移一点，下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弧线收进来一点的位置，画下第三画。那记得我们的第一点的结尾跟第三点的结尾这边要有一道斜线的关系。接着我们要写谷这个部分了。谷这个部分呢，先下第一笔的横画，接着我们下竖画，再来我们再下下面的口部结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谷字稍微往上写一点，也就是呢，我们要在下方留一个空间，让它下方的部分是空出来的。再来呢，我们要写月这个字咯。月这个字呢，先写竖撇的部分，竖撇的部分呢，直接穿插进来刚刚留下的这个中间下部的空间。接着我们再写横折钩，然后往上挑出。好，这边两笔的横画记得要均间处理。接着我们再看上部的部分，我们也会留有一个空间。所以在这个三部结构的字里，我们怎么去安插它的部件呢？首先三点水走了弧线，接着我们水部的部分这边出现一道斜斜的隐形墙，这道墙可以完美的避让隔壁的湖字。这三点水的任何一个笔画都不会去影响湖字的位置。好，再来我们看谷的下方，我们要留一个空间，所以中间这个部件写的偏上方一点。月的上方也留有一段空间，所以这个月往下写一点。像刚刚那样子分享的构字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接下来画面上面出现的三个左中右结构的字体中。最左侧的部件写在中间，中间的部件往上摆，最右侧的部件往下摆。那么三点水在书写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注意一些小细节，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书写时写出更好看的三点水。在书写三点水的时候，不仅要注意书写的状态是要弧线进行，我们还要注意点画的大小。点画的大小要试着点小一点，这样子才能跟挑画做出长度上面的区分。另外，我们点画在点的时候，要把上方两点靠近一点，这样子就有点松散，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二点的高度稍微往上点一点，这样子两点就会靠近一点。第三笔的挑画在下方弧度绕进来的位置往上挑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点是两点的小点，
挑画是一个比较长的笔画，另外这边的空间是比较小的，这一块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在写3点水的时候，我们书写成这样的状态是最恰当的。2点的小点靠近一点写，下方的挑画再挑出，距离稍微加大一些，再下挑画。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写的字是减法的减，就是刚刚有在画面上出现的减法的减。好，那我们写完3点水之后，我们就要继续写减法的减的横画了。这时候我们稍微把横画往下降一点，横画千万不要对齐3点水第1点的结尾。如果你把横画对齐3点水第1点的结尾，这样子我们的笔画会脱离中宫位置太多，这样子呢字写起来就会有点松散，所以这个横画我们先下降一点，到比较靠近中宫的位置。中宫的位置在哪里呢？就在中间的这块部分。记得要把笔画凑紧在中宫的位置，这样字才会显得紧凑，字体结构才不会松掉哦。好，接着呢，我们要写竖撇了。竖撇这一画也很重要，这一画的竖撇在写的时候，我们下笔时要去考量到一点，在下笔时我们要去注意，它必须跟旁边的水部维持一个空间上面的留白，也就是它距离旁边的水部大致每一块空间都要感觉是差不多相等的。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往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下竖画，开始书写口部结构。那我们竖画的部分呢，我们会下的稍微直一点，横画上扬之后，这个口部结构这边会写斜一点，接着我们横画再上扬，封住口部的这个缺口。再来我们要写斜钩的部分了，斜钩部分呢，要从最上方往下拉到下方，在这个2点之间，我们试着做一个好看的弧度。好，从上方往下拉出，连到下方，然后往上勾，勾要让它尖一点。接着我们要下点画，点画之后呢，要下一个撇画。这个撇画在下也是有学问的哦。撇画我们必须撇在整个握钩的中间，整个握钩的中间找到中间的位置。好，那我们这时候要下撇画了。撇画在下的时候要尽量均等的把整个握钩平分成2个等份，这样就可以把减法的减写得相当好看咯。接着我们要教大家继续应用3点水这个部件来组合出字体。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写的字是海水的海。海水的海这个字呢，实在很难写得好看。那我们今天尝试用简单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样去架构这个字呢？首先3点水的部分呢，我们要按照之前跟大家说的原则，3点水上面2点写小，下面这一点制造一个比较长的挑画，这边空间小，这边空间大，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接着呢，我们就要写上面的撇横的部分了。撇画下的位置我们稍微抓一下，在距离我们的点画有一点点的空间，然后呢，横画的位置让它微微的上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在这个撇画的部分呢，不可以进入3点水的这个部件之内哦。好，不仅我们的左侧部件有一道隐形的墙，我们的右侧部件也应该遵循隐形墙的原则。右侧的部件笔画也不要伸到左侧部件里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刚刚这个撇画出现了一个弧度，那接下来下面的这个部分的撇画就沿着这个一样的弧度下去做延伸，在下方抓一个位置之后，我们就一样延伸撇画的弧度。我的意思就是上方的弧度大约是多少，下方就紧跟着相同的弧度。好，接着呢，我们再下一笔的长顿点，
这个长蹲点往下蹲出，大约拉长到这个位置。好，接着呢，横折钩的部分呢，可以沿着上方的弧度，但是抓略平，然后横折钩。我们这时候可以顿笔往下压之后，再往下走，一样跟着刚刚的撇画的弧度，然后大概超出长蹲点一点点之后，就往回勾。好，这个部分很难处理的这个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处理完毕了。接着呢，我们就要先写横画的部分。先写横画的部分呢，是让我们能够更轻易的把两点的空间做更平均的分配。所以现在请你抓好我们中间可以大致把空间切割好的这个距离。这时候呢，记得这道隐形的墙吗？我们的横画在下笔的时候，从隐形墙的边界开始，让我们下笔写横画，往旁边延伸，然后大概要抓多长呢？超过我们的长蹲点之后，你就可以准备收笔。好，这个时候呢，上下空间已经切割的差不多均等了。这时候呢，再下两点的点画，第一点、第二点就变得很轻松了。好，以上是海字的写法，给大家做参考哦。每一部影片我们都分享了许多硬笔书写的技巧。如果你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学习，建议你可以开始建立自己的硬笔资料库。方法很简单，按个赞，影片就会收藏在播放列表中咯，可以方便你统整学习。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想要延伸学习，留言栏和资讯栏处有更多的分享哦。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拜拜。